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吏部尚书江鹏远次女江诗莹，聪慧敏捷，品性端良，救靖王于危难，于皇室有大功，这即册封为嘉义县主。钦此。这辈子从此刻起，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一次，我一定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嘉义县主，请您接旨吧。好一个人间绝色！若是此女入宫，我敢打赌，必定能够将圣心独占。怎么可能？公公是不是搞错了？我家二丫头什么时候救了靖王？怎么会被封为县主？你是说本公公老眼昏花，连陛下的圣旨都能读错？公公误会了，内子并无此意。母亲难道不为女儿高兴吗？我一直以为母亲是真心待我的，今日已看，我被陛下封为县主，这样的大喜事，母亲怎么反而大惊失色？从前母亲待我的好，都是假的不成？母亲当然高兴，母亲就是太高兴了，才会如此惊讶。你这孩子说这话不是在戳母亲的心吗？从小到大，你要做的事，母亲哪一件没有顺着你？旁人家的姑娘都要学习女则女训，你不喜欢这些，母亲是不是从不强求？便是你舞刀弄枪的，母亲也从未拦着你，不是？恐怕就是由着姜诗雨学了武艺，才让他有机会救下了靖王。本来是想将姜诗雨养成一个骄纵跋扈的恶女，没想到反让她有了翻身的机会。看来这姜家的正室夫人和庶女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和睦，我不如寻个机会踩上姜夫人一脚，也好卖嘉义县主个好。还请县主接旨。有劳公公了。使不得，您可是圣上亲封的县主，老奴一个阉人可不敢受您的礼。您放心，以后有陛下和太后娘娘给您撑腰，便是您的嫡母姜夫人在您面前也不能摆什么嫡母的架子。公公客气了。有劳公公了，请公公喝茶。呸！你个阉狗嘲讽谁呢？县主那个小贱人也配？逆子，你在发什么癫？还不给我跪下！父亲看起来好生气啊！往日里，江静在女儿面前极尽嘲讽的时候，父亲可是从没管过。若这是发癫的话，还真得给他请个好大夫看看，毕竟他可是天天发癫。老爷，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打静儿？静儿做错了什么？二丫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母亲刚刚还说疼我，说顺着我，为什么每次弟弟骂我，母亲都只是让我忍让着？在母亲心里，弟弟这个亲儿子到底是比我一个区区庶女要重要的多。我早就该看清这一点的，怪我自己以前太贪恋母亲施舍的那一点点温暖，就这样被蒙蔽了双眼。说到这里，他拿帕子在眼角沾了沾，拭去根本不存在的眼泪。帕子的遮掩下，眼神却看向了柳太监。县主心善，自然不知别人一张笑脸下都藏了什么心。老奴可是见多了这后宅里的鬼域伎俩了。这嫡母打着良善的幌子，把庶女给害了的例子，老奴没见过100例，至少也得有80例。您现在醒过神来是好事，您的福气啊，且在后头呢。江大人，您的夫人和家里的小公子对陛下的旨意如此不满，是您授意的吗？内子病了，说了胡话，还请公公见谅。没看到夫人都病糊涂了吗？还不快把夫人扶回正院里去！慢着，父亲，圣上刚封了我为县主，母亲就病了，传出去怕是不太好吧？好孩子，多亏你机灵，内子这是太欢喜了，欢喜的有些精神不稳。既然精神不稳，还是少出来为好。江大人觉得呢？公公说的是小女的封县主，内子过于欢喜，愿日日在佛前为陛下、为太后、为靖王殿下祈福，以谢陛下天恩。你说什么？我可是惠妃娘娘的母亲，你竟然敢让我禁足在佛堂？江夫人这意思是说对圣上旨意有所不满的，其实是惠妃娘娘。老奴回宫一定会细细对陛下和太后娘娘禀报。请公公恕罪，惠妃娘娘并无此意，是臣服高兴坏了，精神不稳，说了胡话。姜诗雨不过封了个县主，我的女儿却是陛下亲封的正二品妃，说不得，有一天还不止如此，就连那个位置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的。娘，但是他刚说出一个字，就被他亲娘牢牢捂住了嘴巴。上辈子姜诗雨被他的好姐姐却不得子，难产而死，重生回来。姜诗雨饮酒了靖王，被皇帝封为了县主。刘公公走后，江鹏远就怒骂江静：“你这个蠢货，你知道你在对着谁骂阉人吗？
那可是陛下圣母皇太后身边的大太监。你是嫌你爹的仕途太过顺遂，还是嫌你姐姐惠妃的位分太高，一天天就想着给我们拖后腿？还不快把夫人送到小佛堂？少爷最近功课懈怠，回锦松院闭门读书。诗雨，好孩子，跟爹去书房，爹有话问你。姜诗雨长到15岁，还是第一次进姜鹏远的书房，也是第一次见到姜鹏远对他如此和颜悦色，就像是一个真正的慈父。诗雨作罢，来人，给二小姐，不，给县主上茶。多谢父亲。然后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姿态端的是自然流畅，毫不拘束。从前不怎么注意这个二女儿，毕竟只是个庶女，出身决定了她在宫里走不了太远。现在却不一样了，现在她是圣上亲封的嘉义县主，是我看走眼了。夫人和诗兰嫡长女惠妃也看走眼了，好在现在还不晚。圣旨上说的，你对靖王有救命之恩，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救了靖王啊。你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会有机会救了靖王？父亲记错了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是大姐姐和三妹妹啊。我可是一直被咱们府里的人说天生反骨，不服管教，有事没事就出府玩耍，一点都没有闺秀的气度。什么天生反骨，不服管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父亲不知道吗？府上有不少下人都这么说呢。老爷恕罪，是奴才管家不力。看在你这么些年来一向勤勉用心的份上，便罚你将功赎罪，还不快去把那些犯错的下人都揪出来，统统罚2个月的月钱。父亲和母亲真不愧是天生一对，惩罚这些下人的手段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父亲，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您知道，我也知道，您既然看好我，想压注在我身上，可得拿点诚意出来。你姓姜，这是改变不了的。这可不一定，有朝一日权势在手，谁说我不能给自己改个姓呢？是的，所以我们才有在这里谈的必要。我这个做父亲的，从前倒是小看了你。父亲之前根本没在意过我，又何谈小看不小看呢？你说我要在你身上下注，我为何要这样做呢？你大姐姐早已是宫里的惠妃，我继续支持你大姐姐不就好了？大姐姐是惠妃，但却是无子无女的惠妃。我若是进宫，我们姐妹2个，一个有旧情，一个有功劳，一个是温柔接雨花，一个是难得的角色。有朝一日我诞下龙裔，我们姐妹联手，何愁不能把她推到那个位置上？你很聪明，聪明好，聪明还懂得韬光养晦，更是好上加好。后宫本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刀光剑影不逊于战场。现在我倒是对姜诗雨更有信心了些。管家将曾经诋毁过二小姐的奴仆都揪出来，每人打20大板，然后发卖出去，就在前厅外打，让所有下人都去观刑，好好长长记性，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现在开始，浙江府怕是要变天了。若有些下人是主子们身边的，比如夫人身边的徐嬷嬷，或是少爷的书童，一视同仁，既然是主子身边伺候的，更是要懂得规矩才行。这种不规矩的奴才，不必姑息。这话一出，管家不再有任何疑问，对着姜鹏远和姜世英都行了一礼后，离开书房，将一系列命令传达了下去。而管家自己去了小佛堂，亲自去拿夫人身边的那几位。夫人，今天的事是不是二小姐设计针对您？设计针对称不上，但是顺水推舟、推波助澜的事，她没少做。要是搁在以往，二小姐闹个天翻地覆，也不会让老爷把您关进佛堂的。唉，也怪我自己没控制住，录了行迹，让他看出了不对。本以为早已养熟了他，我还当他是个听话的，现在看来和他那个亲娘一样，都是养不熟的贱人。日后还是得尽量把他的心给挽回来才行。这事应该不难，咱们都做顺手了的。以当务之急是得弄清楚刘太监今日的态度。静儿那话确实得罪了他，但在此之前，刘太监就已经话里话外的在捧着姜诗雨那个小蹄子贬低我这个尚书夫人了。静儿得好好拘束一阵子，至少面对外人时得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好不容易才得了这个儿子，这些年难免宝贝了些，如今还是得狠下心肠管教，才是真的对他好。至于刘太监的态度，莫非是在宫内和惠妃娘娘有了什么龃龉，或者是圣母皇太后对惠妃娘娘有什么不满？关键还是宫里的惠妃娘娘，让人速速送信给惠妃娘娘，得把今天发生的这些事
包括僵尸与封了县主的事，还有刘太监的态度，都告诉惠妃娘娘。江夫人的信刚传出去，管家就带着几个护卫走进了佛堂。老奴见过夫人。可是老爷有什么吩咐？老爷有令，拿下所有冒犯过嘉义县主的下人，在前厅外杖刑。还请您身边的徐嬷嬷，还有素心姑娘，跟老奴走一趟。其他几位嬷嬷和姑娘也要到前厅外观刑。你说什么？2位，请吧。夫人，求您救救老奴。本夫人说不许，我看谁敢放肆。夫人得罪了，带走。幸好给娘娘的信已经送出去了，娘娘知道我被关在佛堂，绝不会坐视不理的。到时候看她怎么收。你敢信？只因弟弟对我不敬，被父亲打得满地打滚，跪地求饶。我错了，我错了，你放过我吧，父亲，你救救我啊！我可不想现在就把江静打死，那样岂不是便宜了他？且看吧，我还有后手等着他呢。来人，把少爷送回劲松院，再去请个大夫，给少爷好好看一看，不要落下病根。谁稀罕你猫哭耗子假慈悲，但是实在被打怕了，怕说出口就又是好一顿毒打。老爷，除了送少爷回劲松院的人，还有去请大夫的人以外，所有下人都已经在这里了。您看是否开始行刑？开始吧，找人牙子来，把这些刁奴都发卖出去，其他人都散了吧。现在你满意了？还行吧。这些下人也就罢了，犯了错受罚是应该的。你和静儿可是亲姐弟，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他有些事做得不恰当。父亲，我知道你心疼弟弟，但是说心里话，我虽然教训得狠了些，但并不只是想给自己出一口气，而是的的确确为了咱们江府着想。此话怎讲？弟弟是江府的嫡子，还是独子，这偌大的江府，他是唯一的继承人。可是父亲您看，他像是能担起这担子的模样吗？他不得不承认，江诗雨这话说的没错。以往他忙于政务，教养孩子的事都是交给他的夫人。父亲说的对，说到底，我是姓江的，咱们一家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后我和姐姐在宫里，自然是要用心为家里筹谋。他就怕弟弟在外面不成器，平庸些倒没什么，就怕他给家里闯祸，让我和姐姐在宫里的努力，父亲在前朝的努力，全都付之一炬。是为父对他疏于教养了。怎么能怪父亲呢？父亲官至吏部尚书，政务繁忙，为了大清已经是操碎了心，儿女小事顾不过来也是有的。江家的热闹暂且落下帷幕。此时的永和宫内，惠妃江诗兰着了件月白的宽松寝衣，斜斜地靠在床边，翻看着手里的琴谱。娘娘，陛下来了。臣妾参见陛下。爱妃不必多礼，看你脸色还是苍白的很。太医怎么说？老毛病罢了，太医只说要静养，多谢陛下关心。陛下朝政繁忙，还顾念着臣妾，只怪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让您担心了。说什么呢？好好养着，不可妄自菲薄。朕等着你好起来。是，臣妾都听陛下的。陛下今晚可要在永和宫用膳？用膳就不必了，御书房还有正事在等着朕。朕今日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不知是什么好消息？是父亲要被擢升了吗？还是静儿有了什么建议？朕记得你提过，你在家中时和你二妹关系极为亲近。前些日子靖王的事你知道吧？是你妹妹从几个拐子手里救下了靖王。时下女子多讲究贞静娴雅，少有人能重现先祖遗风，习得一身好武艺了。不过是些蛮力罢了，当不得您如此夸奖。能救了靖王殿下，是江府的荣幸。朕已经封了你妹妹做嘉义县主。臣妾代妹妹谢陛下恩赏。江诗雨倒是好运气，县主之位真是便宜他了。你呀你，哪里都好，就是太过拘礼了些。陛下如此说，那臣妾可要失礼一回了。你要如何失礼？臣妾斗胆，想求陛下的一道旨意。臣妾病中尤其思念妹妹，可否请陛下宣妹妹进宫，陪臣妾住上一段时间？此事倒也并无不可，只是嘉义县主到底是未嫁的闺阁女子，住在后宫之中，实在是好说不好听。正好母后对她也很是好奇，过几日要召她入宫小住，到时你派人请她来陪你说话，或是自去寿康宫见她，都是使得的。朕还有事先走了，你好好休养。臣妾恭送皇上。娘娘，府里的戏。惠妃拆开信一看，从头看到尾，表情越来越严肃。
虽然借腹生子的算计因此变得有些困难，但若是真成不了，把她嫁到肛门里，也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助力。能生孩子的低位嫔妃宫里一扎一大把，倒也不是不能细细筹谋，做得干净些也就是了。看来他得好好会一回这位妹妹了。若是她变得太过难以掌控，那就只好除掉了。第二日一早，姜诗雨就带着秋雨进了皇宫。人已经入宫了，秦山已经去接他了，你这什么急？儿子没着急。没着急，那是谁隔一会儿就往门外看一看，恨不能长一对顺风耳千里眼，坐在寿康宫就能看见承安门的动静。母子两个正说着话，就听人禀报说嘉义县主到了。靖王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还不快请县主进来，没见靖王都要等不及了吗？臣女拜见圣母皇太后娘娘，娘娘福寿安康。不必多礼了，快起来坐吧。你手里捧着的是什么？臣女的母亲感念天加恩德，在佛堂为陛下和太后娘娘祈福，抄了一卷心经供在佛前。娘娘，是一卷血经。你母亲有心了。阿玉姐姐，我可算见到你了，怎么样？我没骗你吧？当日我们的打赌，我可是赢了你哦。愿赌服输。靖王殿下想要什么彩头？我还没想好。那殿下慢慢想，随时想好了都可以来找我兑现，如何？一言为定。什么打赌？母后，我跟您说，当日阿玉姐姐把我救下来，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我是靖王，她却不信。臣女当时心想，靖王殿下金尊玉贵的，便是出宫玩耍，身边定然也是带了一众的侍卫仆从，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境地？这个先不提，阿玉姐姐不信我是。臣女当时心想，靖王殿下金尊玉贵的，便是出宫玩耍，身边定然也是带了一众的侍卫仆从，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境地？于是靖王咳了一声说道：这个先不提，阿玉姐姐不信我是靖王，我让她直接送我回宫，她不肯。于是我们打了个赌，她送我到恩庆侯府，如果我一个时辰都没有被轰出来，就是我赢了；如果我一个时辰内被轰出来了，就是她赢了。太后看向姜诗雨的目光温和地说道：你不肯直接送她回宫，是担心她若不是靖王，跑到宫门口冒认皇亲，会丢了性命。姜诗雨点了点头。一部分原因是这个，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臣女当时心想，若这个小乞丐当真是靖王，却流落到这个地步，可能就是宫里出了事，很难保证宫门口的侍卫全都是可靠的。万一宫门口的侍卫有问题，明明识得他的身份，却故作不识呢？臣女实在不敢冒这个险。我的这个猜测很大胆，却也很合理吧？靖王呆呆地看着姜诗雨，当日并没有说出这一点，我根本不知道你还想了这么多。你当日送他进恩庆侯府之后，当真在外面等了一个时辰。姜诗雨点点头说道：臣女心想，便是他真的胆大包天，冒认身份，恩庆侯府可能也只把他当个傻孩子，打一顿扔出来也就是了，没有性命之忧。若他真的被打出来，臣女再捡回去便也罢了。靖王刚刚还在得意于自己赢了打赌，现在却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太后冲姜诗雨招招手：好孩子，过来，坐在该家边上。姜诗雨一言过去，太后拉过他的手，目光和蔼：好孩子，哀家叫你阿鱼可好？听小师说，当日你英勇极了，好几个成年男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听说过靖王在兄弟中行事，太后口中的小事，便是指的靖王了。母后是没瞧见，整整5个崽子冲着我和阿鱼姐姐冲过来，眨眼间就全都被阿鱼姐姐踢飞了。太后笑了笑，又看向姜诗雨说道：你小年纪的就有如此好的身手，可见天赋韧性缺一不可。阿雨谢娘娘夸奖。如今已经少有女儿家习武了，你是怎么有这个念头的？还这样坚持下来，习得这样一身好武艺。大概是因为阿雨小时候总是被人欺负吧。那时候阿雨只是希望有人能来保护，再后来就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个保护自己的人。太后眉头皱了皱：哀家记得你是江上书府上的姑娘，怎么会被人欺负？是谁欺负了阿鱼姐姐？我去替阿鱼姐姐报仇。姜诗雨正要答话，就听到有人通传：启禀太后，惠妃求见。哀家记得惠妃也是出身蒋家。是呢，惠妃娘娘正是阿雨的大姐姐。那惠妃娘娘小时候也被人欺负吗？姜诗雨笑了笑：大姐姐是母亲嫡出的女儿，怎么会被人欺负呢？话音落下时，惠妃正好被人引了进来，对着太后行完礼，就听到那边靖王问她：惠妃娘呢？为什么你小时候不被人欺负，阿鱼姐姐小时候却要被人欺负？你们府上
不是嫡出的，就谁都可以欺负吗？都是一家子出来的，你这样诋毁母亲，诋毁江府，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吗？妹妹如今是仍对母亲心存怨怼吗？是本王在问惠妃娘娘。惠妃娘娘问阿谀姐姐做什么？姐姐为何不回答靖王殿下的问题？这并非是因为嫡出庶出的缘故，实在是恶奴欺主，才使得妹妹幼时受了委屈。那恶奴为何只欺负阿谀姐姐？阿谀乃是庶出，殿下是知晓的。靖王点了点头。所以就是因为嫡庶之别。殿下别急，且听我说。阿谀的姨娘在她出生时难产而亡，是一直是奶娘带了几个小丫鬟在照顾阿谀。那奶娘是府里的家生子，往日里看着都是个好的，谁成想她面上看着憨，却是个内里藏奸的，这才让阿谀年幼时受了委屈。侍奉在殿内的晴山姑姑注意到太后的脸色，于是问道：府里的小姐竟没个长辈看顾，直接交到几个奴才手上吗？江夫人就是这么管家的，年幼的庶女没个长辈照看，任由几个奴才搓磨。更重要的是，这话出自秦山的口，却是替圣母皇太后问的。惠妃并不见慌乱，只是叹了口气说道：母亲也总是为此自责后悔，妹妹应当是知晓的，然而此事着实是有内情在。此中内情，还请惠妃娘娘解惑。妹妹的姨娘原是母亲的陪嫁丫鬟，自小在母亲身边照料的，母亲一向信任她，待她如亲姐妹一般，还给她看好了亲事，是外面铺子里一个小掌柜。等她嫁过去，过的也是少奶奶的日子。那她怎么成了姨娘？母亲细心为她打算，却不料她早已被府中的富贵迷花了眼，趁父亲一日醉酒之后，爬上了父亲的床。母亲并不是善妒的人，但被身边之人如此背叛，打击之下，还没坐稳的一胎竟是直接落了。母亲也因此在病榻上缠绵了1-2年。妹妹出生时，母亲身子还未大好，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再加上若是看到妹妹，便忍不住想起她那个福薄的姨娘，无疑是在剜母亲的心。妹妹若是要怪，便怪我吧，母亲她着实不容易啊。她要演，我就陪她演。大姐姐，对不起，我不应该提起母亲的伤心事，都是我的错，是我的生母对不起母亲，我应该替她赎罪的。母亲身边的人嘲讽我也是应该的，我就应该被欺负才能赎。母亲身边的人嘲讽我也是应该的，我就应该被欺负才能赎罪。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说母亲把对她生母的恨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报复不了她的生母，就让下人都欺负她。阿谀姐姐不要哭，你没有对不起谁，就算是阿谀姐姐的生母对不起江夫人，又关阿谀姐姐什么事？那些事发生的时候，阿谀姐姐都还没有出生啊。惠妃内心里乌云密布，却还要装出温柔体贴的样子。她柔声安抚说道：阿谀，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母亲从来没有怪过你。真的吗？母亲真的没有怪过我吗？惠妃在殿内坐了一刻，便告辞离开。再坐下去，还不知道江诗雨要说出什么话来。惠妃刚离开，江诗雨便跪在地上，向着上手的母后皇太后行了一个大礼。阿谀这是做什么？臣女有罪，臣女刚刚利用了太后的怜悯之心，这是在寿康宫里，在太后面前，刚刚和惠妃的一招招对手戏，太后看得一清二楚，在太后面前实在是一览无余。太后叹了一口气，无论是江诗雨还是惠妃，在哀家面前都太年轻了。哀家当然看得出来，惠妃不是个简单的，而江诗雨刚刚话里话外也都在给惠妃挖陷阱。你既然知错，那你可后悔？江诗雨点点头，又摇摇头。臣女后悔利用了太后的怜悯之心，但是不后悔和惠妃娘娘针锋相对。那哀家罚你，你可心服？臣女心服。那哀家就罚你，今日晚膳时服侍哀家用膳。江诗雨忍不住红了眼眶。臣女领旨。另一边，永和宫里，娘娘，二小姐的变化似乎有些大，可不是吗？更重要的是，在太后娘娘心里，怕是会觉得我母亲心思狭隘，连一个小淑女都容不下，纵容下人欺负她。您今天一直替夫人描补，就怕太后娘娘也这样看您？惠妃摇摇头，我是我娘的亲生女儿，我替她说话是应该的，这是身为人女的孝心。但是今日之事对本宫还是会有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太后眼里的江诗雨越可怜，那我这个嫡姐就会显得越可恶。江诗雨要演一个天真无邪，对姐姐充满信赖的好妹妹。这天午后，几人在偏殿内饮茶闲谈。5年没见妹妹，真的是都长成个大姑娘了。我还记得当年在家里时，舅舅家的二表弟总是喜欢跟在妹妹身后，现在想想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姜诗雨嗤笑道：“姐姐可别提了，什么青梅竹马，她也配？太后娘娘，您是不知道，我大姐姐那个表弟真的是文不成武不就，堪称纨绔典范。论文从没听说过他做出什么值得流传的文章或诗词，科举倒似乎也毫无进意。论武，几年前我就能一个人打他3个。”姜诗雨这话一出，谁能信他和这个所谓的惠妃表弟会有私情？太后本来就不信惠妃的话，此时更是被他逗笑了，点了点他的额头，道：“你个醋瞎鬼，怪会说人坏话的。”哪有，阿宇分明心直口快，说的都是实话。自从那日请罪之后，我和太后之间反倒不见疏远，而是越来越亲近。秦山来家记得，下个月选秀就要开始了，是不是？秦山点点头，是的，前几日礼部已经将参选的秀女名单递进宫了。阿宇这次要参选吗？要参选的。阿宇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哀家给阿宇挑一个好的。惠妃听到太后的话，心里可算松了一口气，也在旁边打趣：“是啊，阿宇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姐姐也想知道呢。”喜欢什么样的男子？阿宇也不知道，阿宇从未想过这个问题。那现在正好想一想，是喜欢文采好的，还是勇武些的？县主从小习武，想必和武艺出众的男子更能聊得来吧？哦，不一定，说不得互补些才好呢。就不能全都要吗？就见姜诗雨听到靖王的话之后，眼睛瞬间就亮了。小石说的对啊，可以全都要啊。那我就喜欢一个文采一流、武艺出众、样貌俊秀、方方面面都最出色的男子吧。太后指着他们两个，净说些孩子话，什么全都要，这世上哪有那样的男子？谁说没有的？我皇兄不就是吗？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小石这是说朕什么了？姜诗雨听到声音，转头向门口看去，恰好撞入一双如夜空般深邃的眸子里。那边厢，陆昭玲也正好看过来。这对视的一刹，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请安行礼的声音似是将两个人惊醒。姜诗雨匆匆行礼：“臣女拜见陛下。”免礼，平身吧。阿宇姐姐，我没骗你吧？我皇兄是不是？姜诗雨又看了一眼陆昭玲，脸微微有些红。陛下的确样貌俊秀。哟呵，朕这是被调戏了吗？感觉似乎不坏。姜诗雨找了借口告退。惠妃想留，却被太后说了一句：“惠妃宫里也还有事要忙吧？惠妃先去忙吧，哀家这里你不必挂心。”于是只好回了永和宫。皇儿今日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今日政务不忙，看着天气好，便想着散散步，顺便来看看母后。刚刚那个就是嘉仪县主。是啊，刚刚那就是阿宇姐姐，是不是好看极了？朕还以为能打退几个成年男子的姑娘，会长得更壮硕一些。陆昭玲笑了笑，不曾想却是这般的美貌，让人一见便难以忘怀。看这样子，也不必替阿宇选什么好男子了。除了进宫，再没有第二条路。也罢，便是进了这后宫，有哀家在一日，总也能护着他。2日后，又是午后时分，姜诗雨正在太后跟前打趣，就听有小宫女来报，说是母后皇太后身边的陈宫又来了。圣母皇太后让人宣陈宫问礼。老奴拜见太后娘娘。平身吧，你今日怎么过来了？可是姐姐有什么事？母后皇太后乃是先帝的原配皇后，即使是陆昭玲登基后，圣母皇太后这个新帝生母也待她很是敬重，一向称呼为姐姐。母后皇太后娘娘听说嘉仪县主进宫几日了，很是好奇，命奴才宣县主进寿安宫一见。母后皇太后的性子一向不算很好，最近这段日子更是因为承恩公府的事，常常大发雷霆。寿安宫伺候的宫人最近有不少被责骂，甚至挨了板子的。青上、刘宝山，你们两个跟着县主去一趟。我操！姐姐也要陪我去吗？姜诗雨笑盈盈地看向惠妃，自己没说这话啊，但太后在那里看着呢，看来只能去了。到了寿安宫之后，刘宝山和秦山被拦在了殿外，只有姜诗雨和惠妃被宣了进去。姜诗雨和惠妃二人行完礼，半晌才听到上首传来一道带了些阴哑的声音：“起来吧，惠妃也来了，倒是难得的稀客。都是臣妾的不是，臣妾往日怕打扰了母后皇太后娘娘的清静，日后一定常来给娘娘请安。那惠妃可得记住了。臣妾谨记。你就是嘉仪县主。臣女正是。今年几岁了？回太后的话，臣女今年15。切，才15啊？怎么看着就一副窈窈窕窕的样子？这话实在是不好听的很。姜诗雨全当自己听不懂。谢太后娘娘夸奖臣女。哀家夸你什么了？娘娘不是夸奖臣女容貌美丽吗？母后皇太后轻笑道：“惠妃，你这个妹妹可比你有趣多了。娘娘说的是。定亲了吗？尚未。哀家这里
恰有个好人选。哀家有一个侄儿，王家的次子，大你2岁。虽然你是庶出，但有个县主的身份，也算相配。你意下如何？母后皇太后那个侄儿在京城中很是出名，后院里已经是一堆的莺莺燕呀，连庶长子都有了。臣女觉得不如何？莫非我承恩公府的嫡出公子，还配不上你个吏部尚书家的庶出女吗？承恩公府，长恩公府不是已经被陛下查抄了吗？现在哪里还有承恩公府？你好大的胆子！殿内侍候的仆从已经跪了一地，就连惠妃都垂下头。太后息怒，唯有江诗雨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太过大胆，仍然仰着头问：我记错了吗？前些日子陛下不是刚刚查抄了承恩公府吗？前承恩公不是都被判流放，与披甲人为奴隶了吗？太后气急了，说道：来人，给本宫将他拿下！掌嘴！佳妹年幼不懂事，请太后娘娘息怒。臣女哪里说错了？眼看着2个嬷嬷就要对江诗雨动手，殿门忽然被人打开。住手！陆昭灵走进殿内，向母后皇太后行了个并不怎么周全的礼节。给母后请安了。朕也想知道嘉义县主做错了什么。母后皇太后看着他，眼神锐利而凶狠，忽然笑抬道：怎么，哀家身为太后，想要惩罚一个小小县主都不成了？陆昭灵直接看回去，四目相接间，似有火光直说：母后纵使身为太后，也当遵守朝廷法度，无缘无故责罚有功之人，传出去怕是有损母后的清明，也有损皇家的名声。既然你要护着他，那便罢了。不过哀家要给他赐一门婚事，皇儿不会不允吧？不知母亲要把他赐给哪家？这么好的姑娘，自然不能便宜了别家。你舅舅家的2子王寻，如今还未定亲呢。陆昭灵嗤笑一声道：犯官之子，焉敢笑想朝廷的县主？皇儿莫要太过分了。这话该我劝母后才是。陆昭灵唇边带了抹笑，语气却满是威胁。他莫朕栽淫的大罪，朕只是抄没了家产，收回了爵位，就连流放都只流放了王素一人。如此开恩，已经是看在母后的面子上。若是王家人不知感恩，手还是伸得这么长，就别怪朕一刀砍了。陆昭灵口中的王素，正是母后皇太后的弟弟，王家的家主。皇帝已经如此不给哀家脸面，嘉义县主的婚事就不劳母后费心了。说完就带着江诗雨和惠妃离开了。从寿安宫出来，陆昭灵拉过惠妃的手：爱妃今日受惊了吧？惠妃柔柔一笑，摇头道：臣妾无事。多谢姐姐今天陪着我，否则我可是要被吓坏了。朕看你可是一点都不见害怕。臣女那是都藏在心里呢。今天也是在赌刘宝山和青山姑姑被留在殿外，一定会去请救兵。我赌赢了。妹妹今日还是太冒失了些，日后可千万别再这样冲动了。阿宇实在是学不来那些弯弯绕绕嘛，况且阿宇说的都是实话。惠妃不必过分拘束嘉义县主，朕看他这样就很好。寿安宫一事后，江诗雨又在宫里住了约2、3日，便回到了江府。父亲，咱们家和先承恩公府母后皇太后的娘家没什么来往吧？江鹏远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啊。可有什么仇怨？也没有啊。江鹏远一头雾水。你怎么问起了他家？那就奇怪了，既然既无来往，又无仇怨，母后皇太后为何要找我和姐姐的麻烦，还想着让我嫁入王家？什么？让你嫁入王家？你没答应下来吧？自然没有，女儿又不是傻的，眼看着陛下的态度在那里，哪敢和他们家有什么牵扯。3日后，江府正门，看着姗姗来迟的江诗雨，江夫人一点也不见恼，反而关切地问道：怎么没穿我让人给你送去的那件百蝶裙？不喜欢吗？怎么会，女儿喜欢的紧，多谢母亲的心意，可惜女儿笨手笨脚的，不小心将那裙子扯坏了。她还遗憾地叹了口气。坏了就坏了吧，不过一件衣服，不必放在心上。那套红宝石头面呢？怎么不见你戴？那套头面太华贵了，女儿担心有些过分隆重。正是华贵些才好，才合你现在的身份。秋雨趁现在还有些时间，快去扶风院把那套头面取来，给县主换上。等等，只取那副红宝儿当来就好，整套头面都要换的话，还得把这头发拆了重梳，实在是麻烦的很。那便把尔当和那只蜻蜓簪子一并取来吧，你头上这只簪子还是太过肃静了些。江诗雨这次没有拦住他，秋雨领命而去。这时江夫人终于有空将眼神分给一旁等候的江诗月。三丫头怎么也来了？我记得恩庆侯府的帖子上并没有你的名字。江诗月心里又酸又涩，求助的眼神看向江诗雨。我第一次去恩庆侯府的赏花宴，也想要三妹妹给我做个伴。待秋雨将红宝尔当和蜻蜓簪子取来，江夫人亲眼看着她给江诗雨换上。一行人这才启程前往恩庆侯府的别院。江府的马车到达时，别院外已经熙熙攘攘了。几人从马车上下来，
向着别院门口走去。还没走到，便听到侧后方传来一道声音：“妹妹可算到了。”循着声音看去，是庆阳侯夫人带着几个侍女嬷嬷们。有些事出门时耽误了一下，许久不见县主，真是出落得越发动人了。见过夫人。庆阳侯夫人仿佛没看到姜诗月一样，只冲着姜诗雨道：“我一见县主就觉得喜欢得很。”说着就要吞下手上的玉镯子，往姜诗雨的手腕上靠。姜诗雨却避开了。夫人客气了。县主不肯收我的镯子，是还怪罪前段时间侯府的无礼吗？这话说的有句前段时间在江府闹的那一场，明明我才是那个得利的，对庆阳侯冷嘲热讽，武力威胁，还占尽便宜。现在庆阳侯夫人这个态度，事出一场必有妖，我竟不知夫人在说什么。庆阳侯夫人心里已经不耐烦得很，却还得装出和善长辈的样子道：“那便只当是我这个做长辈的，非要给小辈赠礼罢。长者赐不敢辞，还请县主千万不要推拒了。”那夫人也不要太过厚此薄彼，我三妹妹也在这里呢。夫人难道只喜欢我，不喜欢我三妹妹吗？你们两个都是从姨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我一个也不喜欢。一行人到了赏花会别院内，就见恩庆侯府的世子夫人苏氏对姜诗雨道：“可算是见到县主了，当真是个美人儿。世子夫人好，多谢夫人挂念着我，可千万别这般客气。县主若是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苏姐姐可好？”苏姐姐，姐姐也莫要称呼我县主了，唤我阿雨吧。两位夫人，还有三小姐，只管当是自己家里，千万别客气。只是阿雨妹妹还得借给我一会儿，我家老祖宗一直盼着她呢。不一会儿，苏氏便带着姜诗雨到了侯府老夫人所在之处，侯夫人也正在这里。见过老夫人，见过侯夫人。姜诗雨礼还未施完，就被恩庆侯夫人拦住。好孩子，可千万别这样客气。恩庆侯老夫人坐在上首，眉目间和圣母皇太后有着几分相似，她头发已经全白，一双眼睛却并不浑浊。好姑娘，多谢你救了靖王殿下。您客气了，那日不管是谁遇到殿下，都不会置之不理的。老夫人让她上前，然后从身上取下一枚羊脂雕花玉佩，放到姜诗雨的手里。那可是您60大寿时太后娘娘命人送回来的。姜诗雨闻言忙要推辞。好孩子，你当得起。又说了几句话，便见一个气质温柔和顺的少女走进小厅里，对着老夫人和侯夫人行了一礼道：“祖母、母亲，这便是嘉义县主吧？县主好，我是沈西。”沈西是恩庆侯府的嫡长女，也是圣母皇太后的亲侄女，陛下的亲表妹。沈姑娘好。县主可真好看，我刚刚一见县主，才知道古人所说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原来竟不是狂人的话。多谢沈姑娘夸奖，沈姑娘也是风姿出众，极为不凡。恩庆侯老夫人见他们二人还算投气的，希儿，祖母今日便把县主交给你了，你可一定要招待好。祖母放心吧，我带县主去园子里玩吧，有一处芍药开得极好，不少姐妹们都在那里呢。等两人走进芍药花丛处时，已经不再互称县主和沈姑娘，而是阿雨妹妹和希姐姐了。我还说呢，怎么只有我们在这里，主人家却不见人影？原来是瞒着我们去见新的妹妹了。这位姑娘好似不曾见过，这是江尚书府上的二姑娘，嘉义县主，名唤诗雨。这是江尚书府上的二姑娘，嘉义县主，名唤诗雨。其他人还不曾说什么，便听那个红裙姑娘笑了一声，语带不屑。怪不得我觉得眼生呢，原来是个庶女。人家现在可是县主了呢。袁听雨，这里是恩庆侯府的园子，不是你们袁家，你要撒泼回袁家撒去。沈西这个主人家还没说话呢，就你事多。沈西正要开口，却听姜诗雨忽然间一笑问道：“不知这位袁姑娘是哪家的小姐？”我父亲乃是左谏议大夫，我母亲乃是当今母后皇太后的亲妹妹。姜诗雨眉头轻轻一挑，不知袁姑娘身上有何爵位，或是有何封告？并无。你问这个干嘛？那为何见到朝廷亲封的县主，却并不行礼呢？听到此话，亭子里的姑娘们都愣住，似乎才反应过来一般，纷纷对姜诗雨俯身道：“见过嘉义县主。”西姐姐和我客气什么？这位姑娘也不必多礼，各位姑娘免礼吧。众人皆行过礼，唯有袁听雨还站在原地，手指着姜诗雨：“你什么？你袁姑娘这是对圣上的旨意不满，还是对朝廷的规定不满呢？需要我这个县主来教一教袁姑娘规矩吗？”袁听雨咬牙切齿，却还是只能屈膝行了一礼。见过县主，我且等着看县主能得意多久。说完，也不等姜诗雨有什么反应，一甩袖子就跑出了亭子。除了沈西和那位黄衫女子，其他人都找借口离了此地。还未请教这位姑娘芳名。她叫楚若寒，你唤她若寒便是。若寒是御史中丞家的小女儿。快到晌午时，便有小丫鬟来报：“各位小主，宴席已备好，可以入座了。宴席就备在花园子里，
宴席开始，夫人们聚在一起，便总爱聊一些儿女亲事。此时庆阳侯夫人说道：“我们家玉儿确实也到了该成亲的时候了，也不知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儿媳妇。我哪里有什么要求，她自己喜欢就好了。”母亲此话当真？庆阳侯夫人嗔了他一眼道：“当真当真，你快好生坐回去。如今这般像什么样子？看这样子，这孩子是有心上人了。”赵明玉没有一言坐回去，而是走到女宾这边，跪在他母亲面前。我与江府的二表妹两情相许，还请母亲成全。你和阿宇两情相许，可是那孩子是要入宫选秀的呀。我早就想说，咱们这位嘉义县主看着就不是个安分的。果然，江诗雨看过去，正是那位放话要看他能得意多久的袁听雨。他不理会袁听雨了。赵公子长得虽丑，但是想的倒是很美。表妹，你明明心中也有我，为何不敢承认呢？一旁的江夫人肃容道：“明儿女子名节至关重要，容不得玷污。你说阿宇与你有私情，你可有证据？”赵明玉点头道：“自然是有的。表妹，你真的要我拿出所谓的证据吗？我并不希望我们之间走到这一步。”赵公子既然有证据，那就请拿出来吧。我也很好奇，这所谓的证据到底是什么？那证据正是你发间插着的蜻蜓簪子，这是你我的定情信物。你若不是心中有我，又怎会这个时候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簪子？这蜻蜓簪子可是母亲送给我的啊！母亲给我时可没说过这是赵公子送来的，我还以为是母亲爱重我才送我这么华丽的首饰，没成想竟是一子布了个局嘛。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怪不得早上出门时母亲见我没带着簪子，还极力劝我换上它。我何时送你蜻蜓簪子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这孩子，就算做错了事，知错认错也就罢了，怎么还往母亲身上泼脏水呢？咱们家里可没有这样的家教。母亲送我头面时，还有劝我戴上簪子时，三妹妹可就在旁边呢。既然如此，三丫头，你来说说，这簪子是我送给你二姐姐的吗？江诗月咽了咽口水，看了看极为慎重的江夫人，又看了看近来愈发不好惹的二姐姐，说道：“我不记得了。刚发生过的事，怎么就不记得了呢？二姐姐这样冤枉嫡母，不太好吧？三妹妹，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赵公子，你说这簪子是证据，并不能证明他是否则。我随便指着一个女眷身上的首饰，只管说那首饰是她和某个男子的定情信物，岂不是乱了套了？那簪子是空心的，里面有我写给阿宇表妹的情诗，簪子上还刻了我的名字。阿宇，既然你不认和玉儿的事，那便把簪子拿出来，让大家看个明白，也好还你个清白。姑母所言甚是，只需一看那簪子，大家便知我说的是真是假了。你说要看我的簪子，我便要把簪子给你们看嘛，凭什么？袁听雨就是这么认为的，他直接说道：“你如果和他没有私情，为什么不敢让人看你的簪子？那如果你们看完了簪子，簪子里没有所谓的情信，也没有刻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呢？那不是正好证明了你的清白？如果我是清白的，那就是赵公子污蔑了我。恩庆侯敢论污蔑朝廷县主，该当何罪？”恩庆侯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污蔑朝廷县主，当杖责100大板，革去功名，永不录用。若证明这罪名属实，可否请恩庆侯派人将犯人押送到京畿衙门？”恩庆侯点头应允：“自然可以。”听到了吗？你若现在承认自己是酒后胡言，一切还来得及；否则，若是簪子里没有你所谓的证据，再想后悔可就晚了。到那时，等着你的可是整整100大板。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万一呢？万一此事出了变故，那我可就惨了。听到了吗？你若现在承认自己是酒后胡言，一切还来得及；否则，若是簪子里没有你所谓的证据，再想后悔可就晚了。到那时，等着你的可是整整100大板。虽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此事出了变故，那我可就惨了。阿姨，你就算不愿意承认，也不必这样威胁玉儿啊。姑母明明告诉过我，一切她都安排好了。江诗雨现在这副样子，肯定只是虚张声势，想要诈一诈我。阿玉妹妹，我对你的情谊是不会变的，我相信你对我也一样。江诗雨没有再对他说什么，拔下簪子，走到恩庆侯老夫人身前，然后将簪子递给恩庆侯老夫人道：“老夫人，还请您检查这簪子，证明晚辈的清白。”恩庆侯老夫人接过簪子，对他点点头道：“县主放心，县主若是无辜的，边庆侯府定会替县主做主。只让老夫人一个人查看，怕是难以服众吧？我的意思是，虽然老夫人德高望重，但是事关阿宇的名节，自然是大家都亲眼确认过后，才能更好的还他一个清白，也免得有什么不清不楚的话传出去。江夫人不必担心老身包庇县主，还请安宁郡主以及中书令夫人韩夫人、门下侍郎范大人、御史中惩处大人上前来与老身一起查看。这下江夫人可能幸福，可有异议。”
晚辈幸福，并无异议。庆阳侯夫人和赵公子，你们二人可有异议？并无异议。在场可有其他人有异议的，还请此刻就提出来，莫要等一会儿结果出来，又有了别的说法。等在场其他人纷纷表示并无异议后，老夫人和其他几人一起仔仔细细地验看起了簪子。过了约莫1盏茶的时间，恩庆侯老夫人站出来道：“我们几人已经仔仔细细检查过了，这簪子的确是中空的，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也许是阿宇妹妹将信罚收起来了。簪子上的确刻了字，但是不是谁的名字，而是刻了永兴8年。永兴是当今的年号，永兴8年正是今年。这4个字只能说明这簪子是今年所制。还请侯爷将这个污蔑我的贼人押送到经济衙门。”说话间，赵明玉已经被恩庆侯府的护卫押走。第2日早上，庆阳侯府里，我的玉儿啊，你真的好惨啊！江诗雨那个小贱人好狠的心，把你害成这个样子。闭嘴！都是你这个蠢妇出的什么破主意，算计别人不成，把自己儿子搭了进去。哼！侯爷这是什么话？我出这个主意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好妹妹？怎么到了这时候，就都成了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们做的这事，陛下今日早朝时斥责我教子不严，还革了我的职位。什么？陛下怎么还管这事？你们算计人之前没想过吗？那是陛下亲封的县主，还是下个月就要进宫的秀女。你说陛下怎么还管这事？侯爷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知道怪我了。当初谋划这事的时候，侯爷不也是知道的吗？这时，一个小厮匆匆忙忙地跑过来道：“侯爷，夫人，宫里来人传旨了。”快开中厅，备相案接旨。夫妻2人到时，宫里来的传旨太监已经等了好一会儿。等旨意宣读完，一家子都傻眼了。庆阳侯府将爵为庆阳伯府公哥，这圣旨还请公公解惑。有什么疑惑的？这不都是为着昨天贵府2公子的事吗？可是那事，我二弟不是已经受罚了吗？那点惩罚哪够啊？那位可是太后心尖尖上的人，陛下也是多有赞许的。庆阳伯夫人，这里还有一道太后的懿旨，请您跪下接旨吧。不出所料，太后的懿旨果然是对庆阳伯夫人的斥责。不止如此，太后还革去了她身上的诰命。您也不用这么难以接受，您放心，江夫人那边比您好不到哪儿去。此时的江府来了传旨的太监，还是他们的老熟人，太后身边的大太监刘宝山。老奴见过江大人，见过县主，一段时间不见，县主越发好风采了。刘公公怎的如此多礼？莫非是见外了不成？多谢县主体恤，太后和陛下都听说了昨日的事，知道县主受了委屈，十分放心不下。县主如今可好？可有被吓到？多谢太后和陛下的关心，还请公公代我转达，我并没有被吓到，作者已经受到了惩罚。县主放心，太后和陛下都不会让您白白被人欺负的。从今日起啊，这京里就没有什么庆阳侯府，只有庆阳伯府了。江夫人才刚到，就听到刘宝山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身子晃了晃，好险没直接晕过去。她走上前去问道：“公公刚才说的什么？庆阳侯府怎么了？怎么就变成庆阳伯府了？该不是我听错了吧？”刘公公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道：“既然人都齐了，那就准备接旨吧。”旨意很快宣读完毕，江诗雨被礼聘为从3品加品，10日后行册封礼入宫。县主，这是太后和陛下给您撑腰呢？撑腰的意思或许有，更多的却是一种警告，警告京中这些世家和官员，爪子不要伸得太长，否则会被剁掉的。今日傍晚会有教养姑姑来府上，负责在入宫前这几日里教导您宫中规矩和册封礼仪，还会有绣娘来府上给您量体，以缝制礼服。江诗雨点点头，表示他记下了。您的册封礼是在10日后，册封礼前3日，礼部会将礼服送来。此外，您被封为从3品的嫔位，安置有36台嫁妆，您的嫁妆也是由礼部准备，会在册封礼前3日送来。您可以带2个丫鬟入宫，其余伺候的人入宫后，宫内会给您配齐。10日后一早便有礼部官员带着仪仗前来。江诗雨着封嫔礼服在门内站着，待最后的3拜3跪3叩礼完成，江诗雨由教养姑姑扶着坐上车驾。至此，江府内的仪式便完成了。凤仪宫内，皇后和一应后宫嫔妃都已入座。不过是封个嫔妃，却让满宫人都在这里等着她。册封礼一向都是如此流程，也不是家嫔故意拿巧。妹妹从宫外来，距离远，难免时间要久一些。就她不一样，可不嘛。好了，都少说几句。可以说，江诗雨还未入宫，就已经将这宫里的嫔妃得罪了一个遍。但是这并不重要。
谁进这后宫里来，还是来交朋友的不成？江诗雨刚一进入殿内，所有人的呼吸忍不住就是一滞，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若我是陛下，知道世间有如此美人，也会一定将她收入后宫。礼聘算什么？封嫔算什么？他眉头蹙上一蹙，怕是恨不得把世间最尊贵、最华丽的一切事物都捧到他面前，只为让美人展颜一笑。惊殿过后，便是不约而同的忌惮，在场的所有嫔妃都知道，这绝对是个大敌。江诗雨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此时他循着礼官的指引，行完了又一个3拜3跪3叩首的大礼。臣妾拜见皇后娘娘。嘉嫔起吧。接着便是一一拜见其他高位嫔妃，至此封嫔礼便结束了。仪式刚结束，丽妃就酸溜溜地说：“嘉嫔真是好本事，竟能让陛下礼聘入宫，直接封嫔。多谢丽妃娘娘夸奖。切，本宫那是夸你吗？不是嘛？难道娘娘是好奇陛下下旨的原因？那娘娘应该去问陛下啊，臣妾也不知道。你好大的胆子，不过一个区区嫔位，竟敢这样跟本宫说话。臣妾怎么了？”达宇他一向是这个耿直的性子，并非故意顶撞妹妹。丽妃妹妹消消气。不曾想，丽妃直接转而将矛头对准了她。咱们惠妃娘娘这是又来扮演好姐姐了，也不知是真的好，还是跟你娘一样。然后也不管惠妃的反应，又看向江诗雨道：“嘉嫔可要小心一些，你这个好姐姐，说不得就得了你嫡母的真传呢。惠妃要是哪天给你送来的簪子玉佩的，可千万别收，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刻字的。”丽妃妹妹就是这般想我的吗？陛下又不在这里，你演了也没人看，还是省省吧。好了，越说越不像话了，今日就散了吧。这一早上的册封礼下来，嘉嫔也累坏了。你刚入宫，想必今日陛下会翻你的牌子，且回去准备着吧。刚走出凤仪宫，就见到前面出来的惠妃没有离开，而是等在一旁。看到江诗雨出来，惠妃叫住了她。妹妹，江诗雨要给她行礼，却被拦住。妹妹这是做什么？逼我亲姐妹，何须有这些虚礼？大姐姐有什么事吗？惠妃柔柔一笑，倒也没什么正经事，只是想要邀妹妹回我的永和宫坐一坐。我今天才刚进宫，连自己的宫门都没进呢，还是改日吧。再说了，皇后娘娘刚刚不是说了吗？让我回宫准备着。旁边丽妃特意没走，就是等着看她们姐妹两个在这里要说些什么。此时插口道：“惠妃不是一向贴心吗？怎么偏要这个时候邀嘉嫔去你的永和宫？是我思虑不周了。”和惠妃、丽妃道了别，引路的宫人还在凤仪宫外等着江诗雨。经过咸福宫的宫门，一路继续西行，便到了江诗雨分配到的宫殿景阳宫。娘娘，您是一宫主位，是以陛下赐居景阳宫正殿。如今景阳宫只有西配殿里住了张贵人，并无其他妃嫔。张贵人，张贵人是上次大选入宫的，抽风宝林，后来进了贵人，入宫5年，却只升了半品，可见是个无宠的。在江诗雨的示意下，秋雨给了引路太监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多谢公公了，奴才谢娘娘赏赐。然后便告退离开了。景阳宫正殿里，江诗雨在上首坐下，宫女和小太监们分了2排站在下面，领头的首领太监却是个熟面孔。奴才拜见嘉嫔娘娘。都凭申拔于诚意，怎么来我这里了？这位于诚意于太监原本在寿康宫里伺候江诗雨，前阵子在寿康宫小住的时候和他打过一些交道。礼聘您为嫔的旨意下来之后，太后娘娘便吩咐干爹给您选一个信得过的首领太监。这不，奴才可是赢过了好多人，才争取到了来您这儿侍奉的机会。太后娘娘一向顾念着我，这些小事都放在心上，为我安排妥当。您说的是，但是让奴才说，这也是因为您处处都好，招人疼。奴才在宫里这么多年，可不曾见过太后娘娘对别人如此这般另眼相待。江诗雨知道他这话里一半真心，一半奉承。你啊，既然你来了这景阳宫，以后便有劳你了。娘娘放心，从此以后，奴才就是娘娘的人，甘愿为娘娘鞍前马后，鞠躬尽瘁。这话我可是记下了，咱们且看往后。既然来了我这景阳宫，那么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背景，什么来历，身后有没有别的主子，都给本宫把你们的心收回来，好好当差的，本宫不会亏待了去。但若是有别的小心思，别怪本宫丑话说在前头，那就只有喜路一条。口口声声都是表忠心的话。行了，都起来吧。奴才谢娘娘。此时便有宫女来报，西配殿的张贵人前来给娘娘请安。张贵人进来，看着坐在上首的江诗雨，却是直接呆愣在了那里。张贵人这是怎么了？我又不是那吃人的老虎，怎么就把张贵人吓住了？嫔妾拜见娘娘，给娘娘请安。
请娘娘恕罪，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实在是娘娘太过美丽，臣妾一时之下看呆了。好了，免礼了，起来坐吧。谢娘娘。张贵人今日来可是有事？嫔妾以前独自住在景阳宫，娘娘如今入主景阳宫正殿，成了咱们景阳宫的主位娘娘，嫔妾可算是有了主心骨，自然是要来拜见的。张贵人说完，就从身后的宫女手里接过一个锦盒。娘娘封嫔入宫，嫔妾愿以此作为贺礼，以示臣妾的诚意。娘娘封嫔入宫，嫔妾愿以此作为贺礼，以示臣妾的诚意。你的心意本宫领了，还是收回去吧。您是嫔妾的主位娘娘，嫔妾以后还要仰赖您的照拂，还请您收下吧。本宫刚进宫，便拿了低位嫔妃的心爱之物，传出去像什么话？听他此言，张贵人赶紧站起来解释道：嫔妾并无此意。我知道你并无此意，你放心，这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只要你不乱了规矩，本宫也不是那种喜好恃强凌弱的人。说完，江诗雨端起了茶盏。张贵人知道他这就是要端茶送客，也就懂事的告辞离开了。此时进士房的小太监来传话：启禀娘娘，陛下今夜翻了你的牌子。偌大的寝宫，除了江诗雨和秋雨，便只有2个宫女侍奉在侧。秋雨还有些紧张，江诗雨这个正主儿却并不拘束，在寝殿里走来走去，上下打量着。可有书本？有的，娘娘可有想要看的书？奴婢去给娘娘取来。取2本游记来吧。诺。宫女领命而去，不一会儿便为他取了书来，正巧都是他没看过的。江诗雨很快就看了进去，一旁2个宫女悄悄打量着他。这位贾嫔娘娘实在美貌，而且大胆的很。第一次侍寝，独自在寝殿等着，竟也不见她有任何紧张害怕，提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很。那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就好像这不是陛下的寝殿，而是他自己的。陆昭林没让人悄默声的走到江诗雨身侧，才问道：阿玉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江诗雨好似被吓了一跳，手里的书都掉到了地上。阿宇见过陛下。礼还没行完，人就被拉了起来。这还以为阿宇胆子大得很，什么都不会怕呢。还不都是您故意吓阿宇吗？陆昭林拿起被他落在地上的书。山川记，阿宇喜欢看游记吗？江诗雨点点头道：喜欢呀，若是有机会能游历四方，走遍大晋的山山水水，那便更喜欢了。那阿宇进宫来了，可后悔？阿宇不悔。这是为何？不管进不进宫，阿宇总归是要嫁人的。若是不进宫的话，去何处寻陛下这般文治武功武艺不通，还俊秀非凡的好夫君呢？江诗雨脸都红了，但是眼睛却亮晶晶的，毫不回避，直接盯着他的眼睛。这眼神让陆昭林相信，他口中所说并非阿谀，全都发自真心。不能四处游历，不会觉得可惜吗？江诗雨表现得非常坦诚，他点头说实话是会有遗憾的，可是这世上哪有所有的好事让一个人全占了的？阿玉已经有了如此的美貌，有了出众的武艺，有太后娘娘的疼爱，还有了陛下这样的好男儿做夫君，若是还想着能够自由自在游历四方，也太过贪心了吧。陆昭林听他如此说，忍不住笑了出来道：哪有人这样直白的夸自己美貌的？阿玉只是实话实说。好，你只是实话实说。江诗雨猛地靠近他，那陛下您说，您难道不觉得阿玉美貌吗？他干脆直接抱起江诗雨，走向床榻。宝贝，我来了。认为事后的人如流水般退了出去。第二日，江诗雨去跟皇后娘娘请安。江诗雨到凤仪宫时，除了皇后还没出来，其他人竟然已经齐齐坐在了殿内。他倒成了最晚的那个。臣妾见过贵妃娘娘，见过各位娘娘。不等人叫，